前那是修改，同宜兰嘅东山乡有一件用菜体文化传统为主，透故乡萝卜快文创传承，系爱个前几年嘅疫情。一下今年有新嘅重置，不只用公古嘅方式，本消费者认识地方历史同产业，同时未同转到三星，将落阿婆做投入技术嘅中乡体合作，我用强好强乡嘅精神，创造地方文创嘅成功。来看记者强一发到经典嘅报道。工作人員喺做下地度，無限咧睇切菜、洗菜，準備各種嘅食材。為開面逢菜過後，第二咧做成啲嘢咧做準備，因為唔係了呢，有成日就驚冇人來。當做12點半，陸續就有人行來嘅，不但無安無落嘅有成日，總算停跳下來嘅。跟各位打擾一下。我們只要有第一次來用餐的朋友，都會把這個鎮店之寶拿出來介紹一下。等到人客食完下嘅，成日就拿出點美紅嘅布、見播戲、因表演、因講故事，同人客互動。小朋友知道的原因，大部分都是從宮崎駿的電影裡面看到的。有非常多宮崎駿的電影都有出現過這一顆。全堂可以學2年半，成立總算引來引後嘅，唔過沙土到疫情，所有嘅成果一下就冇搶搶。疫情過後，為了一種成立再做古來，佢就用講故事來嚇人客古來。來用餐的時候都會搬一大堆道具出來講故事，那還有前面提到我們要傳達宜蘭人的人情味，所以我們就要把我們自己的特色要凸顯更出來，變成一個我自己覺得啦，我們要做一個主題餐廳，讓大家不是只有吃的需求來到這裡，對，讓大家來這邊是可以吸收到不同的東西。我覺得那是一個蠻有趣的點的，所以像之前我國外朋友來，我就帶他們來。對，然後他們就會聽到那些故事，就會覺得很有趣，就是吃飯多了一點互動跟樂趣，這樣。有牛有香嘅湯，提煲嘅地度應滾，配得到一定香嘅飯頭米。那個湯底的部分就是讓我蠻驚豔的，就是從來沒有吃過，就是有花生就是做成湯底的這種小火鍋。飯頭煲係有成日，為到愛消費者啲，宜蘭除咗有鴨上韓國3成葱以外，咩生產一定針對嘅飯頭所研發嘅。海岸線從礁溪壯圍到五節，其實這個是沙地花生。那我們做一間餐廳，餐飲業的競爭其實真的很競爭，所以花生其實我們宜蘭人是一個蠻有名的，在地人知道，可是對外縣市的人來說，花生在宜蘭的這個是沒有連結的，所以我們一定開發一定要走比較藍海策略。花生鍋在2020年拿到宜蘭10大好食，然後後來我們就想說要走專攻花生領域這樣子，才發現它其實是可以孵出芽的。統頭千號嘅飯頭鍋，唔單止人客一食就變做老主顧，也下尾係來到店嘅人客一天會食咧，同時未得到為宜蘭縣政府嘅肯定。我們賣的最好就是花生鍋，花生鍋還有拿到宜蘭前10名的食物，所以後來我就想說，我們要從花生為主題來開發，來從花生來做主題，看看花生還有沒有其他的副產品之類的。好粗哦！我第一次看到花生芽長這樣耶。飯頭來做火鍋，做出同人無相同嘅料理過後，只係冇做生意嘅時節，有成日就會鋪飯頭嘅頭菜，愛司機做到開店嘅精神，本消費者食到年輕嘅食物。應該是第一個把花生拿來做火鍋。
然后种成花生豆芽。对，这应该是第一个，没错。但我不懂为什么这里是豆芽。因为外面的火锅菜盘大部分都是一些火锅料或者是加工食材，那我们强调的就是要用比较原形的食物这样子。对，那再来又花生又得名了，那一定就是从花生来着眼了。将秋竹兰改错过来开杂货店，是成立春堂的另外一个特色。我们主要都是把这边的盈余都是捐给一些公益的单位，这一间主要都是捐给盛家明启智中心，因为我阿公其实很早就不在了，那他那时候是得肺腺癌离开的。那时候我爸爸是跟我说，在圣母医院的时候有得到他们很大的支持。成业讲，今年的阿公得到肺腺癌的时节，本罗东的圣母医院请照顾，阿爸请感谢。故所张开一间螺丝店的，每安尼来教育佢存錢唔好填表的晚配，我記得有啥真有得。2012年春堂的成立營造營好，2年我登記下正業張天的到位嘅。故所有成业就邀請佢落台，有身位向下來打拼。我其实，在1年前我还是军官，那因为就是家族事业，那也刚好缺人手，最近员工都比较不好请，那我时间也到了，我就赶快退伍回来，那回来占厨房这个位置。將3層肉切到細細個個。再用鹹醋撻好，湯阿哥再標入鐵片調味，落去接凍煮，起煲5點鐘，還要浸1暗晡，才可以出灶。早上现绑今天要准备的量，我们依阶段性，就是假如这些出完了，那卤好了，我们就会先把它盛起来，那再下一批再继续卤，就是尽量让客人吃到都是当天现卤的。本地唔會煮菜嘅有身味，經過嘅年人嘅訓練，一下一定會攞傳統嘅招牌菜東坡肉嘅。上班的第一件事其实不是熬高汤什么的，是先把东坡卤起来。对，那就持续一直到出餐，大概2个小时到3个小时，那让它完全入味。那刚好11点半营业时间的时候，客人就可以吃到第一批现卤起来的。東坡肉雖然持續到年下嘅歡迎，不過有成業兩兄弟三次多很少一面。唔但唱對傳統愛用嘅長菜幾千用心，就連偷油成業未前咪千多年，爭前到叫嘅鹹淡下個面試。安尼傳統風持續歡迎嘅東坡肉。就有誒很那多人嘅面試。連過來，陸陸啊，在檢好案，一條建造嘅通作，黃同啱、黃同義兩兄弟對6年咧，睇為一邊落去，當然就會引路。一直到9年咧，體會同鹽水夾橋下變做嘅個個嘅體油，真唔是再過去6期。有一大個皮筋，帶一個皮筋，這開始變黑啊！我阿麻煩嘅引路，就係因為宜蘭嘅體油係用水式嘅方式來做嘅。因為南部他們是叫乾式釀造。對啊，我們是水式釀造。南部他們做法是甕缸，然後他們就是鹽豆子一層一層鋪上去，然後最後用1層鹽把它封起來。那我們裡面是鹽水加黑豆，所以它的鹽度本身不會那麼高。然後我們就是這段時間會每天去把它做攪拌，就是一天可能會攪2次3次。那攪拌同時它可以幫助它發酵。再來就是說，我們攪拌過程讓它上下冷熱交替，然後鹽水也可以充分的浸泡到每個豆子這樣子。同有成業兩兄弟共用，黃同啱同黃同義兩兄弟就係本傳統嘅文化寫到，幾年前先後回到家鄉宜蘭3省，來接
阿婆做头油的技术。就是其实我本身是读历史的，对，所以然后我们家我爸是教国文，所以我觉得耳濡目染，我们家2兄弟其实对这种文化啊这一种传统的东西，其实本身就有一种对它有某种的吸引力在那边。跟大部分的这种宜兰的年轻人一样，我们其实本来也都没有在宜兰工作。那2018年小孩子出生之后，我搬回来，那也因为酱油本身也是比较劳力型的工作，也考虑到说阿嬷年纪也大，这种东西如果不传承下来的话，可能阿嬷走了，那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们这代就又失传。除了要将做头油的技术上修下去，同时要爱补卡生产的头油，较有地方性。今年开始用宜兰菜地路种的木头味做头油。差在首先，因为豆第一个进口豆它不会是有机豆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是有机豆，然后也是在地的黑豆这样。然后它本身颗粒比较小，香气比较足。入瓮之后，其实你们应该有闻到一个甜香味，对，就是今年的豆子就是特别香这样。就是亚种的甜香味，有时呢总算寻到东坡肉炒的米线。今年要按呢开始合作。是我们有去他们现场去看过他们制作的流程，他们多了一些红冰糖跟那个麦芽膏。对，那多了这2样，对东坡肉来讲，它就增加它的那个甜味，然后也帮助东坡肉上色。其实是因为我哥哥那边的关系，那因为跟小朋友的去学钢琴，然后老师很喜欢陈烨他们的有虫瑶物，然后才介绍我们过去这样子。然后后来陈烨也拿我们的酱油就去试他的东坡肉，对，然后就是今年年初我们就开始有一些合作，然后酱油也有在他那边寄售这样。将今年半年的宜兰的基地流出来，量出正确而用的量。在冰岛过接机搞到绵绵，将冰岛因管的头油地度向下坡。王同意动态开发亲有宜兰面的基地头油。因为我们现在想要做，就是让宜兰的物产也可以融入我们的酱油，所以我们就想要做一些开发一些风味酱油，然后就是把别人的特色给一起加进来这样子。王同意讲，要开发无相关的头油，就是爱头油唔但像係头油，添出头油多样的用法，打开市场。因为我们后面还会再加金枣醋进去一起调和，所以它有可能可以变成一种拌面酱还是沙拉酱。所以或许它会有一些市场的可能这样。对未来有乜嘅期待？王同意讲嘅哪讲？期待就是可以卖得很好的，不知道怎么讲呢。青年回来创业呢，他们都有很好自己的一套理论在，或者是他们想要传达的理念，可能在地共好啦，或者是他想要做文化保存等等，理念都很好，可是很多都缺乏一个可以支持他们不断传达理念的商业模式。所以我一直跟我家人说，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一套可以获利的商业模式，我们才可以持续的把我们想要传达的一直永续的传达下去。其实后生人回到家乡，巧妙事业，一些都唔浪漫。所有理想的事业，天初努爱背赚钱，才可以长久有色彩。